你敢相信吗？乌克兰居然用步兵战车暴打了俄罗斯的主战坦克，最后呢，竟然还完胜归来了。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步战车正面击溃主战坦克。乌克兰部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场战斗又能告诉我们哪些消息？下面大兵就为各位逐帧解析战斗视频。1月13号，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了一条视频，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克兰第47装甲旅的一辆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一辆俄罗斯 T90 主战坦克正面遭遇。然而这场战斗的结果却令大兵感到不可思议，俄军的 T90 主战坦克竟然被 M2 暴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大兵就逐帧解析这段视频。视频开始呢，是由一架乌克兰部队所属的侦察4轴无人机拍摄的，它的位置呢是在于战场的西南方。俄罗斯的 T90M 位于画面的中心，而乌克兰的 M2 则在 T90M 的南方。两辆战车的位置非常之近，而且由于正在下雪，整个战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也没有任何掩体和遮挡物。在这种情况下呢 ，M2 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作为一辆步战车，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步兵的交通工具，因此它只有轻型装甲。面对俄罗斯的 T90M 坦克125毫米的穿甲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只要俄罗斯坦克命中一发，那么 M2 绝无生还的可能。更绝望的是，作为一辆步战车 ，M2 上主要有2种武器。第一种呢是 M242 巨副25毫米机炮，另一种是9发陶式导弹。25毫米机炮就不说了，作为一种反步兵武器，面对 T90M 的装甲就像是在挠痒痒。而陶式导弹的穿身只有700到800毫米，也无法击穿 T90 正面等效1050毫米的复合装甲。何况作为俄罗斯最先进的坦克 T90M 还装备了化石爆炸反应装甲和 Afghanet 主动防御系统，面对各种反坦克武器也有充足的防御能力。巨大的力量差距在无限制地缩小 M2 生还的可能性。乌军驾驶员该怎么办？咱们接着往下看。很明显，乌军驾驶员面对这种绝境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地用25毫米机炮压制 T90M。虽然没有办法打穿 T90M 的装甲，但是炮弹爆炸产生的火光和震动会干扰 T90 坦克的瞄准。同时在 T90 附近还产生了一次明显的火光，这应该不是 T90 的主炮开火，而是 M2 发射的陶式导弹被 T90 的主动防御系统摧毁了，在空中爆炸时产生的火光。M2 的干扰很明显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当 M2 开到 T90 坦克的脸上的时候， T90 终于开炮了，但这一发呢并没有命中。也许是 T90 车组的熟练度不足，这枚125毫米炮弹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居然没有打中 M2。这里大兵猜测，由于 M2 一直在向东移动，所以 T90 车组打了个提前量，但没想到开炮前半秒 M2 突然来了个大地球急停，成功的躲过了这颗炮弹，可谓是非常的惊险。很明显，刚才的惊魂瞬间让 M2 车组也愣了一下，以至于机炮都停了2秒。但很快呢，他们就反应过来了，于是开始重新一边对 T90 展开压制，一边呢向东撤退。而此时的 T90 也在拉开距离，但同时呢，我们能够看到 T90 始终保持着正面面对 M2， 这也是为了防止陶式导弹的攻击。很快第2次爆炸就发生了，我们放大可以看到，这次爆炸距离 T90 依然是有一些距离，因为这次又是一枚被主动防御系统击落的陶式导弹。当 M2 和 T90 拉出近100米的距离后， T90 终于装填好了第2发炮弹并且开火。然而这枚炮弹呢依旧是没有命中 M2， 这时 M2 已经彻底和 T90 拉开了距离，中间呢有一些干枯的树木，可能阻碍了 T90 炮手的视野，导致第2发炮弹没有命中。事情发展到这里可以说是一次惊险的逃生，但就在此时，右上角出现了第2辆乌克兰的 M2 步战车，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第2辆 M2 在无人机的视野外，所以呢我们之前没有发现，它一直躲在树林外徘徊。看起来呢，它本想向北绕到 T90 后方攻击 T90 相对薄弱的侧面装甲，但就在此时，一枚炮弹在它前方30米左右位置爆炸，吓得它连忙后撤。
大兵猜测应该是 T90 向不远处的炮兵部队求援，要求他们向第二辆 M2 开火。没想到俄罗斯炮兵精准度不佳，炮弹向北偏了30多米。此时第一辆 M2 的炮弹呢，应该是已经打光了，所以他停止了开火，向西南方向，也就是画面的右下角撤出了战场。而被炮弹堵回来的第二辆 M2 则开始用机炮掩护队友撤退。就在两辆步战车接班时， T90 方向突然产生了剧烈的火光，这应该是 T90 的烟雾弹系统发生了故障，发生了爆炸。为了干扰红外瞄准， T90 的烟雾弹使用了白磷作为发烟剂，它会在空中自行燃烧，并产生明显的闪光和烟雾。至于大兵为什么会判定这是烟雾弹发射爆炸，主要呢还是这些烟雾弹的落点。如果呢是正常情况， T90 的坦克的烟雾弹会在坦克正前方密集的爆炸，形成一道烟雾墙，这样才能有效的阻挡视野。而视频中的烟雾弹呢，爆炸非常分散，宛如天女散花，并不能阻挡视野。这至少说明刚刚 M2 的25毫米机炮对 T90 车体上的设备造成了极大损伤。也许是察觉到了这一点，第二辆 M2 非常勇敢，他放弃了绕后思路，直接沿着第一辆 M2 撤退的道路直冲 T90 而来。而就在此时，俄军炮兵部队的第二发炮弹才姗姗来迟，落在了右上角。第二辆 M2 刚刚停止的地方，很明显操控火炮的应该是刚入伍的新兵，忘了调整射击诸元，要么就是俄罗斯的通信系统太过落后，过了20秒才将消息传回炮兵部队。而此时的 T90 向北撤退到了一片断壁残垣后面，而 M2 呢是毫不畏惧，直接利用速度优势将 T90 堵在了一个 U 型的道路内，步战车追着坦克打。我想这应该是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景象。看到这辆 M2 直接冲过来， T90 坦克明显慌了神儿，想倒车从西北撤出战场，但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此时 M2 已经和 T90 隔路相望了，一连串密密麻麻的25毫米炮弹向 T90 的侧面袭来。此时我们放大就可以看到 T90 炮塔附近已经燃起了一个小火苗了。在网上流传最火的也是最清晰的片段呢，是另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此时拍摄的。也就是说，在这场战斗中，乌克兰在天空上有2架无人机进行支援。我们可以看到 T90 车身上有很多处着火，但依旧没有丧失行动能力。其观瞄设备呢，大概已经在和第一辆 M2 的交锋中被损坏了，所以呢，此时它的炮管根本没有瞄准向它开火的 M2。很快 T90 的第2枚烟幕弹发射器发生了殉爆。这时呢，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烟幕弹在发射之前呢，出现了明显的火光，随后剧烈地向前方爆炸，形成了绚丽的烟花。但是 T90 依然保持着行动能力，他在努力地调整方向，想要从西北逃离战场。而 M2 呢，继续对其进行火力压制。这里我们要承认呢， T90 的防护能力确实十分出色。此时的 M2 呢，大概已经向 T90 的侧面打出了几百发的25毫米机炮了，但依旧没有让 T90 丧失行动能力。由于观瞄系统的缺失， T90 呢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2片废墟中乱撞，而 M2 也打光了炮弹，只能从南方退出战场。但乌军的无人机为我们揭示了这辆 T90 的末路。当 M2 退出战场后，过了一会儿，乌军无人机放大了画面，这时我们才发现 T90 的炮塔正在不受控制的转圈。也许是撞击导致了 T90 的传动系统出现了故障，最终这辆陀螺 T90 一头撞到了路边的枯树，才终于停止下来。乌军呢并没有放过他，很快一架自杀式的 FPV 就朝着 T90 袭来，但依旧呢是没有击穿其顶部装甲，至少在其炮塔顶部燃起了一片火焰。最终我们能看到 T90 在倒退了一段距离后，3名车组成员逃出了这辆坦克，并躲进了一旁的战壕之中。根据网上的情报，最终有2人是成功的回到了俄军阵地。从他们的动作上能看出3人基本没有受伤，这让大兵不禁感叹俄罗斯坦克强大的防御力。虽然整场战斗不过8分钟，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从俄乌战争开始，网上就一直有声音认为坦克可以退出战场了，以后将是无人机的天下。但这次战斗呢，就是对无人机最有力的驳斥。
一辆 T90 坦克在8分钟之内起码遭受了上千发25毫米炮弹，以及3发陶式导弹和一架自杀式 FPV 的攻击。然而它始终是没有丧失行动能力，甚至在最后呢，车组成员弃车逃跑时，其发动机依然能够运行，让坦克倒退。如果换成 M2，恐怕一发 FPV 都扛不住。这也正面说明了俄罗斯坦克技术的强大。有朋友会问了，既然大兵你说俄罗斯坦克牛，那这场战斗为什么是以乌克兰的胜利收场？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所有视频都是乌克兰无人机拍摄的，而且从拍摄角度判断，至少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空中指挥。这让乌克兰军队在这场战斗里获得了巨大的信息优势。正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观察员发现 T90 的观瞄系统被摧毁，才指挥第2辆 M2 进行反向进攻。否则让一辆步战车去追主战坦克，就和送死没有区别了。而俄罗斯的无人机在哪里呢？大兵不知道。估计 T90 的车组成员都想问一句：绍伊古、格拉西莫夫，我的无人机在哪里？同时，俄罗斯的指挥系统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从炮弹的落点就能看出，这里距离俄罗斯阵地应该是没有多远。然而，俄罗斯这辆 T90 既没有步坦协同，也没有其他坦克配合作战。哪怕只有几个手持火箭筒的步兵一边吸引 M2 的注意力， T90 都不可能落得如此下场。但现实呢，就是这样的魔幻。同时，俄罗斯的炮兵也是让人一言难尽呐。在持续8分钟的战斗中，大概有5发炮弹落在了战场中。但除了第1发炮弹，其他炮弹呢都歪得离谱了。原因大兵之前提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反观乌克兰在本场战斗中的所有操作都可圈可点。当第1辆 M2 和 T90 短兵相接后，立刻用机炮对其产生压制，并且通过急停躲过了 T90 最致命的1发炮弹，从而逃出升天，可以说是思路非常清晰。而另一辆 M2 呢，一开始也想要撤退，在告诉他 T90 的观瞄系统出现问题后，他立刻调转车头，向这个不可能战胜的目标冲去。很明显，第2辆 M2 并没有装备陶式，如果这辆步战车上有任何反装甲武器，可能后续呢就没有 FPV 什么事儿了。可以看出啊，乌克兰的地空联合作战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无人机观察到的信息几乎以无延迟的方式传达到了正在交战的 M2 步战车中。如此优秀的作战素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对于这次战斗，兄弟们还有什么想法？欢迎发到评论区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